外太陽系又一次出現了令人不安的異常行為。那片冰冷、遙遠、幾乎沒有陽光抵達的黑暗深處，仿佛有某個巨大的東西正靜靜躲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如果在模型中加入一顆我們至今尚未直接觀測到，但質量可能相當驚人的行星，那麼科學家對2024年那些奇特海王星外軌道的分析就會突然變得清晰許多。問題是，這顆假想中的行星遠遠超出了我們目前真正繪製清楚的太陽系邊界。然而，到今天為止，沒有任何一家望遠鏡真正拍到過它的身影。那麼，這到底是宇宙在戲弄我們的統計數據，還是說，在太陽系最深的陰影裡，真的藏着一顆傳說中的第9行星？在這段影片中，我們將一步步拆解這些新證據究竟暗示了什麼，也會看看接下來的觀測是否有機會把這個困擾天文學界多年的謎題推向最後答案。我們開始吧。最近關於第9行星的討論並不是憑空冒出來的，它來自一群非常特殊也非常不起眼的天体——長周期、低倾角的海王星外天体。它們的軌道被拉得很長，甚至會一路伸展，穿過海王星附近的區域。這些東西不是行星，也不是我們熟悉的主带小行星，它們更像是太陽系邊緣殘留下來的冰冷碎片，安靜地繞着太陽運行。而它們的軌跡就像一份古老的記錄，保存着它們曾經遭遇過的每一次引力拉扯。如果這些天體只受到海王星的影響，那麼許多穿越海王星軌道的物體理論上不應該在數十億年的漫長時間裡還能保持如此整齊、如此有規律的排列。海王星的引力應該會把其中很大一部分慢慢攪亂，有些被甩向更遠的外側，有些被推回太陽系內側。時間一久，原本的圖案應該被抹平，只剩下一片混亂。於是，研究团隊提出了一個看似簡單卻非常關鍵的問題：這些天體現在的行為究竟像是一個只受已知行星控制的系統，還是更像一個背後還藏着未知角色、正在暗中施力的系統？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他們進行了2組長期的電腦模擬實驗。第一個版本是我們目前教科書上熟悉的外太陽系，裡面包含所有已知行星，再加上银河系背景引力，以及偶爾路過的恆星所造成的微弱擾動。第二個版本，其他條件幾乎相同，但多放進了一顆假想中的遙遠行星。那是一個類似第9行星的世界，可能潛伏在海王星之外非常遙遠的黑暗地带。結果很耐人尋味，在加入第9行星的模擬中，那些穿越海王星附近區域的小天體最後形成的軌道分布看起來更接近我們在真實宇宙中觀測到的樣子。如果不加入這顆隱藏行星，整個模型的表現就明顯差了一截，像是少了一只看不見的手，無法把那些軌道解釋得那麼順。沒有影像，沒有照片，也沒有一個可以指向天空的精確坐標。科學家手上只有小天體的移動軌跡，可這些軌跡卻像是在低聲提示，遠方可能真的有什麼東西在拉扯它們。這其實是一種很古老的天文偵察方法，只是這一次目標換了。當年天王星的軌道不肯完全遵守預測，最終引出了海王星的發現。人類不是先看見海王星，而是先看見了它留下的引力痕迹。如今另一組異常的遙遠軌道似乎也在提醒我們，這張我們以為已經畫得差不多的太陽系地圖可能仍然缺了一塊。當然，這項研究並沒有終結第9行星的爭論，但它增加了一條新的相對獨立的軌道線索，讓那裡可能真的有一顆大行星這個假設變得更難被輕易忽視。關於第9行星，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並不只是太陽系可能少算了一顆行星這麼簡單，更深層的震撼在於，我們自以為熟悉的太陽系也許到現在都還沒有被完整畫出來。海王星之外是一片廣闊
昏暗、寒冷的冰與岩石墓地。那裡的天體運行緩慢，光芒微弱，像一批沉默的化石，保存着太陽系數十億年來各種推拉、碰撞、遷移所留下的痕跡。從這個角度看，第9行星並不是一個浪漫幻想，而是一種用來解釋這些奇特軌道化石的具體方案。假如它真的存在，它可能是一顆超級地球，或者一顆迷你海王星，它的質量也許是地球的5到10倍，軌道被拉得很長，距離太陽極其遙遠，繞太陽一圈可能需要數千年。在那樣的距離上，它會非常暗淡，幾乎不反射多少陽光。在天空中，它的移動也會慢得驚人，除非望遠鏡反復深入地掃描正確的黑暗區域，否則它很容易就從我們眼皮底下溜過去。它的引力也不會像科幻電影裡那樣，讓周圍天體劇烈飛掠，瞬間改道。更可能的情況是，在數百萬年甚至更久的時間裡，它悄无声息地牽引那些小天體，一點一點改變它們的軌道，讓它們傾斜、拉長、聚集，最後形成我們今天看到的奇特圖案。而如果這樣一顆行星真的存在，那麼它的身世本身又會是一個新的謎。也許它原本誕生在已知巨行星附近，後來在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早期軌道重新排列的混亂時代，被狠狠拋向了太陽系外側。也許它一開始就形成在極其遙遠的位置，說明早期太陽系的圓形星盤比我們想象的更大、更複雜。甚至還有一種更離奇的可能，它原本並不屬於太陽，而是太陽在誕生星團中從另一顆恆星身邊偷來的世界。但我們也必須保持懷疑，因為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任何望遠鏡真正拍到第9行星。那些看似有規律的軌道模式，也可能並不是宇宙真實的結構，而是來自我們搜尋方式本身的偏差。換句話說，我們在哪裡找、怎麼找能看到多暗的天體，都可能影響最後呈現出來的图案。除此之外，還有其他解釋也不能排除，比如已知巨行星早期的遷移、路過恆星造成的擾動，或者大量小天體彼此之間微弱但長期累積的共同引力，都可能塑造外太陽系的樣貌。所以，就算第9行星最後永遠沒有出現，這個問題依然重要。如果它是真的，那麼太陽系的全家福將被重新改寫，我們對家園邊界的理解也會被迫擴大。如果它不是真的，那麼我們目前的物理模型仍然欠我們一個更清楚的答案。為什麼太陽系邊緣看起來會如此古怪？下一步，關鍵在於更好的數據。多年來，第9行星的爭論一直受到限制，原因很簡單，我們已知的遙遠天體數量太少了，樣本不夠大，線索就容易模糊。這些天體太暗，移動太慢，距離又太遠，追蹤起來非常困難。只看一次，遠遠不夠。天文學家必須反復觀測同一批天體，確認它們在不同時間的位置，才能計算出可靠軌道，再拿這些軌道去和不同模型的預測做比較。這也正是維拉魯賓天文台預計將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這座新一代巡天天文台即將展開的大規模天空巡測，會以很高的靈敏度反復掃描大片天空。這種能力正好適合尋找外太陽系中那些微弱、緩慢移動、很容易被漏掉的天體。魯賓天文台可能透過3種主要方式改變第9行星的爭論。第一，如果第9行星真的存在，而且亮度足夠，位置也落在可搜尋的天空区域內，那麼魯賓天文台有機會直接把它找出來。那將会是自海王星被發現以來，太陽系研究中最重大的發現之一。第二，魯賓天文台也許不會立刻找到這顆行星，但它可能會發現大量新的海王星外天體。更多樣本意味着科學家可以更嚴格地檢查那些軌道規律到底会变得更僵，
還是會慢慢消失。如果同樣的模式在更大的樣本中依然存在，甚至更加清楚，那麼第9行星的假說就會變得更難反駁。第3，魯賓天文台也可能反過來削弱這個假設。如果他發現了許多新天體，而原本看起來整齊的規律，隨着資料增加逐漸散開，那麼第9行星理論就可能需要大幅修改，甚至被放棄。但那同樣是科學的進步，因為真正重要的不是某一個假說一定要贏，而是我們能不能用更好的觀測逼近更真實的宇宙。現在最重要的轉变是，第9行星正在變得越來越可以被檢驗。長期以來，這個假說一直徘徊在證據很迷人和關鍵證據缺失之間，它令人興奮，卻又始終差最後一步。這項新研究又為它增加了一個值得繼續追查的理由，但最終答案不會只來自電腦模擬，而會來自真正的天空觀測。如果有一天第9行星終於被發現，科學家立刻會想知道它到底有多大，軌道多遠，由什麼組成，又是怎麼跑到那片黑暗地帶的。它是岩石世界、冰冷行星、气體包裹的迷你海王星，還是某種介于机者之間我們並不熟悉的天體？它是和其他行星一起在太陽系中誕生，後來才被推向遠方的嗎？還是說它背後藏着一段更曲折、更離奇，甚至牽涉另一顆恆星的歷史？即使最後什麼都找不到，這場搜尋也不會白費，因為它會讓我們更了解海王星之外那些遙遠天體的分布，幫助天文學家畫出一張更清晰、更完整的太陽系外缘地圖。到目前為止，第9行星仍未被发现，但新的軌道證據讓搜尋它的理由再次變得強烈。如果海王星之外真的存在一顆巨大的隱藏行星，那麼未來更精密、更大規模的測量也許終將把它從黑暗中拖出來。而如果它並不存在，那麼科學家仍然必須回答另一個同樣深刻的問題：在太陽系最遙遠的邊界上，究竟是什麼力量塑造了那些如此奇特、如此沉默又如此耐人尋味的軌道呢？